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orace。那我在1年多前，我做过一个10年电脑预测趋势的影片。撇除录音的品质，还有我在影片制作的一些经验，那过了1年多，现在13代 Zen 4、7900 STS 跟4090都已经上市了。那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做个年末回顾，然后顺便聊一下硬体这样子。那在这个9分多钟的影片，要最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传达一个概念，那就是 CPU 的单核性能其实已经严重赶不上其他元件的进步。2011年的2600K 在 Cinebench R23还有超过800分，而到现在11年过去了，13代的13900K 单核心其实连3倍都没有。那你看网络速度、SSD 容量，还有高刷新率的荧幕，以上讲的这些东西，它的资料传输量提升的幅度都远远超过了3倍。那当时我就有在强调说，用电换性能的这个情况将会是必然。不过我也没想到1年后的4090竟然会做到这种程度。当时连3090 Ti 都不知道，那我也没想到现在我们的显卡的耗电量会就这样子放飞了这么快。那我也其实也不知道下一代会多耗电，甚至我有时候会想想，电脑真的要这么耗电吗？再这样贵下去，会不会有些人就干脆玩 Switch 啊？反正省电省钱，画质烂也还是有人在玩。不过我觉得这个题目还是由市场决定，那我现在也没办法看出来，毕竟4090是真的比4080性能强很多。那除了耗电量之外，我当时还提到了架构跟软体的优化。那 CPU 其实当时也只有提到差不多就像 M1 那一种 ARM 架构的变化。但现在套到13代、12代的大小核，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概念。毕竟你有一些时脉可以降低，那你的能耗比一定会变高。你看35瓦的 9900T 跟 13900K 去比多核能效，你就会懂我的意思了。制程并不是绝对，以后 CPU 很可能就是少数的超耗电大单核，来搭配一堆低时脉的小核。那就像快乐好朋友一样，那渲染啊游戏就会取得一个平衡点。不过 GPU 这个部分变化就比我想的还要猛了。其实我也没想到 DLSS 3会马上把补帧给放上去。那明年可能 AMD FSR 3也会有这个技术。以前补帧我们都只知道是在补影片。那影片毕竟所有的内容都已经在电脑里头了，而游戏是要即时渲染、即时补帧。那1年多就马上跑出来这个东西，其实也是打破了我的想象。我当时在想说，像一级玩家那样子的云端线上的射击游戏，可能会被延迟给打爆。那现在的效能进化这么快，也有可能一部分是本机渲染，另外一部分云端渲染。那如果像 DLS3 这样子可以侦测向量的变化，那去做一个预判，那其实七弹游戏啊，软体再调一下，毕竟你喷到7就出局，也不会像计较一般射击游戏打到头这样子。那讲完 CPU 跟 GPU 之后，来补一下其他的硬体发展趋势。那1年过去了，其实主打双水冷的机壳，目前市场上其实还不算多。4090的水冷版本也还没有成为市场的主旋律。但毕竟超级无敌大的显卡，依旧是对机壳产生了重大影响。相信会在玻璃面板啊、光碟机式微后，形态可能又会再面临一次变化。那我们明年就继续看下去。那笔记型电脑其实这几年来一直都没有什么变化。那虽然有很多变形平板的概念，但实体的键盘对于文字工作者来说，仍旧是无法取代的。那不知道大家这1年多看下去，对于硬体的变化有什么想法？那我个人还是希望 DIY 的精神还可以一直维系下去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，我是 Horace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